嗨，这里是 Dimi Studio。好，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两把我刚从这个韩国首尔口琴节以及亚太口琴节结束之后，从这个汤博社长Mano 桑手上拿到的两把八音阶口琴。那汤博的八音阶口琴对我来说，其实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等一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次接触、第一次开箱，所以我跟大家一样。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把，第一把是这个 Uni Chromatic， 好，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好，整体来说蛮像是270的那它的琴身的部分它用的是一个棕色的塑胶。好，那其他的话就是看起来跟一般的八音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好，那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然后这个琴有点漏这把琴吹起来好像不是气密度不好的那种漏，就是有点像是间距太大的那种漏气的感觉它在吹的这种吹奏感受会有点像是你把气息吹进去，然后它先从簧片的这个部分先漏掉了气，而不是吹嘴漏气。所以这个吹奏感觉有点奇妙。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猜一下。好，那我们来猜口琴我们先从盖板的部分开始猜好了。好，它这个螺丝的这个尺寸好像跟他们自己的 Contrabass 好像是类似的。好，我们把它拆开来，好，给大家看一下内部。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实际把痛博的八音阶拆开来蛮有趣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簧片的方向跟我们一般的八音阶口琴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八音阶口琴它的簧片吸气簧片是会朝向吹嘴的地方，就朝向我自己。然后吹气簧片是会朝向另外一边的。那这把八音阶它是反过来的它的吸气簧片是朝向比较远端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吹气簧片应该会是朝向自己的。好。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设计的关系会导致这个琴就是吹起来比较漏，就是会有一种你吹气进去之后那个气息会先漏掉。因为其实你看放眼望去，大部分比较好吹的八音阶口琴吸气簧片都是朝向自己的，吹气簧片都是朝向外面的。这样它可以距离你的嘴巴比较近。会簧片的反应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那这样我就想要顺便猜一下这个270 Deluxe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结构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类似的东西。看起来孔位好像是类似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类似的。那我做一个实验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钻孔给大家看所以我做一个实验，我把2个簧板对调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因为簧片的问题那我们先测试一下吹嘴漏不漏气好了。我们先把簧片按住然后吸气。它还是有一点漏一点点。好，试一下我自己的琴。好，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琴是气密度是比较好的。好，没关系，我们先
来继续往下拆，我们把它对调一下。好，先拆我的琴号。这个痛博的这把琴啊，它用的是像底下有一个螺帽，它是对锁的这种结构。那我觉得螺母螺帽对锁，当然它可以锁得比较紧，但是在拆装上就会相对的不方便，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直接攻牙在这个下簧板。这样的话，在对于我们这种非常常维修口琴的人来说，会是相对方便的。但这个螺母在拆的时候也不会真的很不方便啊，所以其实你在看我拆的时候，我是拆的蛮顺手的，因为我很常维修口琴，所以包含像Suzuki 的和弦口琴，也是这种对锁式的结构。好，我们把它拆下来了。不错哦，它这个琴身有打磨过，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会比较平整，但是这个打磨的这个技术有点太粗糙了。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从影片里面看得到，就是它用的应该是比较高号数的这种砂纸去磨的，所以感觉比较粗糙。好，然后簧片的话，好跟大家刚刚看到的一样，就是吸气簧片是朝外的，然后吹气簧片是朝内的，这是吹气簧片，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开口端是朝向比较上面的地方。好，这个是我目前比较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好，但是你去看复音口琴，它其实是这个方向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Hohner 的簧板把它靠在这个上面。好，这个尺寸一定是不合的啦，但是我们就先把它靠上去，然后我们来试着吹吹看，看一下改变簧片方向之后会不会好很多。哇，这个应该是尺寸不合，所以造成它没有办法盖得很完全。感觉是有东西卡到，所以簧板没办法很贴合。好，不过这个现在暂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因为每家厂商在设计半截口琴的时候的样子不太一样。确实他们两个彼此好像零件是没办法非常的吻合的。因为你发现它的这个感觉应该是隔层之间有点不太一样。好，没关系，这个东西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试到，我们到时候再看要拆装簧片来改变它的方向，还是做怎么样的调整，我们再来试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拆。吹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用的是3件组的这种设计，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有一个下垫片，然后按键，然后最上面就是接触嘴巴吹嘴的部分。那其实我的影片有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按键组啊，如果你越多组，那每一组累积下来的公差就会越大。那越大的话，其实在体感上你就会感觉到它是比较漏气的。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会觉得如果你的这些零件精度有到一定的水准，那当然做越少件会是越气密度越好的。好，然后再来是琴身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个琴身就跟大家比较熟悉的像270系列或兔子系列的琴身是一样的。好，然后前端呢是开放式的前端，那这个前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漏气的这个地方，就是会增加很多漏气的可能，所以哇，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好，这个是我请工厂做的琴身，所以这个琴身的前端是闭锁式的。好，那闭锁式的你在安装簧板的时候，你就不用特别一定要对得非常的整齐，好，你就可以稍微有一点微调空间。这个是在很多新手维修口琴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比较不会说，你只要有点装不好，口琴就开始漏气。好，那这个弹簧的安装方式也是一样，就是弹簧塞进去琴身里面，然后再装一颗这个
固定的钉子，把它穿过去，弹簧就会固定住。那这个是不能更改左右两边弹簧的，就是永远都是在右边。其实我吹奏八音阶这么多年，在国际赛场以及演出这么多年，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看过是吹正常的低音到高音排列，但是把按键改到左边的，大部分都是直接把它反过来，整把口琴把它反过来。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会把按键改到左边啦。好，我刚刚在拆装这个口琴的时候，因为它现在剩下一个琴身，我就很精准的去把它对准，因为它应该是不会受到这个吹嘴卡住的问题，所以我很精准的去把这个簧板贴合这个琴身，然后我直接这样吹。这个如果你把簧片的这个方向反过来，吹气往外，吸气朝自己的话，会明显觉得好吹，会觉得说，这个气流比较直接作用到这个簧片上。好，你会发现，它一吹出去的时候，它的这个簧片作动的这个效率是比较好的。好，来我们把它换回来，所以如果我用这一个的话，会稍微觉得说有一点点，吹吸气的时候会有点钝啊。好，就是你吹气进去的时候，因为吹气簧片是朝向自己的，然后它的开口是朝向自己，所以你气流一吹进去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气息先从簧片的缝隙漏掉。那吸气也是一样，从外面进来，我会发现那个气息先从簧片的缝隙漏掉，才作用到簧片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把这个方向改了之后，应该会好吹蛮多的。好，那我们都拆了，我们顺便来拆一下吹嘴，看一下吹嘴能不能共用。如果吹嘴可以共用的话，然后装上我现在的这个 Servo Concerto 的吹嘴，如果可以的话，那其实就代表说吹嘴的精度也要再加强。看起来孔位好像还行，但是这个里面是有公牙的吗？它好像是直接锁在这个塑胶琴身上，看起来有点恐怖哦。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这样锁。好，没关系，我们试试看。哇，这个按键的距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没错，这个按键的距离确实是不一样。好，没关系，它弹簧的位置有点不一样，没关系，我们装装看。反正就是一个实验的精神啦。好，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装在直接锁在琴身上面的这种公牙螺丝，因为我觉得它很容易会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螺丝就崩牙了。有一点卡，但是还是可以作动。我知道了，有可能是这个琴身的前端不平啊。好，这个要打磨过才知道，然后再把这个东西装上去。点讲。好，很明显的是簧片方向的问题。好，就是这个 Tombow 原本的这个簧片方向会让整个琴变得很迟钝，会有一种吹不动的感觉。好，我们先把它拆掉哈，然后把它装回原本的样子。好，接下来这一把就是天狼星乐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有到日本去演出。那时候 Tombow 好像刚刚发布了这一支八音阶口琴，叫做 Mu 01，一把外观相当不错的八音阶口琴。好，那一样我其实对它没有什么印象，那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按键按起来特别短哦，跟我八音阶不太一样，它要比这个直列式的更短了一点哈。好，我们实际来吹奏一下。
好，这把琴我不能说它吹起来非常的好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动态不太够，就是大音量会没办法上去，然后它也有漏气的问题哈，然后这个按键手感很神奇，但是怎么说它有点短，然后但它速度也不能说非常快。好，我们先来猜一下它的结构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先从盖板的地方开始猜。哎呀，这个簧片这个簧片的方向又是跟我们刚刚上一把这个是什么Uni Chromatic 的那个方向是一样的就是吸气簧片是朝后侧然后吹气簧片是朝前侧这个我们刚刚有说过这个会让这个口琴的这个反应度会下降蛮多的所以这个一定是这个痛波要优先处理的地方这个簧片的反应会变得很迟钝好，那其他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刚刚我猜这个口琴的这个簧板大小有点不同了好，我们试一下吹嘴是不是漏气来把这个簧片按着。它是交错式的那要上排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按着。好，还可以就是有一点漏，但还可以。好，已经比那个刚刚我们测试的这一把这个 Uni Chromatic 好很多了这一把我觉得它是感觉是有潜力的好像簧片的这个方向调动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孔。但它的吹嘴气密度是不错的。好，那我们先猜簧板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猜。好，给大家看一下。好，它内侧的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猜它这个就是公牙在簧板上这个结构我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在拆装上会方便很多很多。这个琴声蛮有趣的好，给大家看一下。好，琴声的内部，然后它的弹簧，它弹簧上下都各有一根大家有看到吗？它的上下都各有一根。所以它这个按键的设计是我从来没看过的，这个是怎么弄的这两根弹簧是同时作动的啦，它应该是要增加这个按键回弹的力道所以它才弄了2根弹簧。这样我可以做一件事，等一下我思考一下，这样放，那如果我这样放。这样就好吹多了。好，我刚刚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原本我们上侧的簧板放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刚说那个簧片开口的问题。好，那如果我把上簧板把它放到下侧，好，那簧片的方向就会反过来。好，那你原本吹气的就会变成吸气的。好，像这个原本吹气的，这个应该是要升哆，现在变成升瑞，吸气变成升哆。好，像这个收拉也是，吸气变成升收，吹气变成升拉。这样吹起来就好吹多了。这个动态也忽然变得很大。好，我觉得好，这个真的是痛波要优先改善的部分就是簧片方向要先把它换过来。好，来我们继续猜吹嘴的部分。这个吹嘴做得很细致觉得很漂亮。但是我没有拆过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面的结构长什么样子。哎呦，危险！
有趣，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啊，它中间有一个这个小零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拍得到给大家看。好，那简单来说就是它这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它透过一个小的沉轴转轴，会把底下另外一片按键推过来，所以它就会原本你要按这么长的距离，那你现在只要按一半的距离，因为另外一半会把它推过来，所以它距离会除以2，所以按键理论上会比较快，理论上会比较快。好，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一片，但是如果这一片用金属做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因为金属对金属的这个滑顺感还是比较高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的按键组是3键组，好，就是它的下垫片的部分，它其实用的是一个塑胶的，那这个塑胶的这个垫片它跟这个按键它是交错行动的，它就是类似这样。好，当我按下去的时候，下层也会同时过来，所以原本是只按上层，那现在是2层一起做动，所以上面动，下面也动，所以是这样。好，这样就会减少这个距离，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会比较快的。好，这个琴身的设计也蛮有趣的，给大家看一下。好，琴身的部分，然后它上面是有一个凹槽的，不确定能不能拍得出来。好，就是让你按键在这个卡槽里面移动的。好，那因为这一把是这个展售琴，就是它放在亚太会场给大家测试的，所以我先稍微清洗它一下，那我再来做之后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看到，来跟大家再分享。我刚刚把这把 Mu-01 的这个口琴装回去，那我在装的时候，我特别把簧板反过来，下的装到上面，上面的装到下面，所以你会看到现在锁螺丝有公牙的地方是在上侧，那螺丝头的地方是在下侧。好，我把它反过来装，这样这个吹气会全部完全相反。所以你要吹哆的话，你就要吸气，然后吹气是 re， 好，全部反过来。好，那反过来就是要实验一件事，就是如果簧片改变方向之后，会不会吹起来是比较好吹的？那这个答案是很肯定的，而且它吹起来的感觉就会比较像是我们平常在吹 Hohner 或者是 Suzuki 的半音阶。好，那因为它现在反过来，我已经完全不会吹了，所以我就随便吹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感受一下簧片带来的这种反应。完全没有反过来的，这个是原本 Tombow 的原装。好，你会发现它比较漏气。好，反过来，好，它的这个气密度会好不少，就是整个力道都会出来。好，尤其是在低音部的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高音簧片比较短，那所需要的气也比较少，但是低音部就会更明显。那如果未来 Tombow 有出到16孔的半音阶，那如果簧片又反过来装的话，那这个吹奏的感受是会明显比较明显不好的，就是比起其他 Suzuki 或 Hohner 的。好，那我们继续把它装回去。这把半音阶我就先暂时用这个方法装着。这个后面这个撑片蛮帅的，那这个它应该是有一些意思的，来，我们先把它装回去。这个簧片反过来之后，完全就是不会吹了。好，后面你可以看一下后面撑片的地方，它装起来之后是一个 X 的长相，非常非常好看。好，那我猜测这个 X 应该是指交错 cross 的意思。好，那除了吹嘴的地方它的排列是交错之外，那刚刚我们有拆这2把口琴，就是按键的部分它也是交错的，所以我想它是有这样的意涵在的。好，那整体来说它的握持感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会感受到这把琴它是有设计过的。好，那比起这个 Unique、Chromatic， 那这一把Mu-01，我觉得它的不管是外观啊，或者是它整个握持的感受，然后气密度也会比较好。好，那
这2把琴我觉得优先应该要先解决的就是簧片的方向。好，那再来是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当然吹嘴的部分我觉得可以更好。就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把 MU-01它的下滑片是塑胶材质，那它应该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如果用的是金属材质的话，这个按键应该按键声会再小一点，然后顺畅度会再更快。所以像这个按键你在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像在点很像在点滑鼠。你还没有觉得平常习惯按到底的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帮你切换到半音了。它就像点滑鼠，咔咔咔咔咔的这种感觉。那这把Unit Chromatic 这把琴，我觉得它的结构像是270。那所以其实大概像270的这种制作方法，然后再解决一下吹嘴的公差问题以及琴声不平整的问题，我想这个琴就会好吹不少。它如果是作为一把入门级的半音阶，我觉得还 OK， 而且它的外形就是蛮漂亮的。好，那以上我再跟这个Tombow的社长来做联系，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2把这一次口琴节所带回来的半音阶口琴。这里是 Di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次见，拜拜。